二婶，我哥烧得厉害，额头烫得吓人，这点米汤不够，您能不能再借我半碗谷糠？等我哥醒了，我们多去捡些柴火抵债。借，小何呀，你这话说的可没良心。你爸妈走得急，这大半个月，你们兄妹俩的吃喝拉撒，哪样不是我和你叔在贴补？地里颗粒无收，家里的粮仓又不是聚宝盆。哼！小何，不是叔狠心，这洪灾刚过，大家都难。偏院那泥墙昨天又塌了一半，这修墙不得雇人，不得花钱，你们俩光吃饭不干活，这账不平啊！我会干活，我会搓草绳。二婶，求您了，我哥他学过本事的，他醒了肯定能还上。学过什么本事？死读书能当饭吃？把碗放下，今天柴没劈完，这口蜜汤也别喝了。二婶，米汤放下。我妹妹的碗，你别碰。林燕，你醒了？你别不识好歹，这是林家的粮。叔婶，你们说偏院的墙塌了，雇人修要花钱，所以扣我们的口粮，对吧？怎么？这可是族里的规矩，不干活没饭吃。你一个半大孩子，难不成还能凭空把墙变出来？修这面墙，镇上泥瓦匠要200文，还保不齐遇水再塌。今天太阳落山前，我把这面墙砌起来，不仅不塌，我还保证它比你正屋的墙还要硬上3分。大言不惭，就凭你！你要是能修好，别说半碗谷糠，我给你们兄妹俩装5斤白米。立字据，如果你食言，明天我就去请3老太爷，当着全族的面，算算我爹留下的那5亩水田，到底1年能产多少粮？立字据，行啊，白纸黑字写清楚。我倒要看看，你一个连泥抹子都没摸过的酸秀才，今天要是修不好这墙，以后还有什么脸赖在林家老宅？去，拿纸笔来，今天全村的人都能做个见证，是他自己逞能，可不是我这当叔的不顾念亲情。日落之前，林燕，日头可不等人，你就带着你妹妹慢慢在这玩泥巴吧。哥，你还在发烧呢，那墙那么长，咱们怎么修得完？水田要是被叔抢走了，咱们以后靠什么活呀？小何别哭，哥既然又活过来了，就绝不会再让你受委屈。既然敢按手印，就一定能赢。你信哥吗？干活，小何，去把墙角那些干稻草抱过来，还有昨天洪灾冲到院子里的那些碎石子，全都挑出来堆在一边。哎，我这就去。这面墙只是保住了今晚的饭饭，堂叔手里的地契必须拿回来。既然这村里没人懂治水护田，那我就修一条云水沟。黄泥院子里有碎石子和稻草当筋骨，现在就缺石灰和粗沙了。林守业，5斤白米，你出定了。燕哥，你这病还没好透，折腾这些废渣子干啥？哎，你叔也是，跟个孩子较什么劲？哎，叔家里还有半碗糙面，一会儿让你婶子端过来。别干了，这墙你修不好的。老栓叔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我爹说过，求人不如求己，手艺长在自己身上才踏实。您老傍晚得空来看我验收新墙就是。这孩子魔怔了。1份石灰，2份河沙
4份黄泥。小何，加水，不要多，一点点泼，看我手势。夯实。哟，燕哥，太阳可落山了，你这破泥巴糊的墙，这怎么可能？你从哪儿找的泥瓦匠？不对，泥瓦匠也抹不出这么平的墙啊！这村里谁会来帮我叔？难道不清楚吗？墙就在这儿，叔，验货吧。虚有其表，也就是外面糊的平，里面肯定是个空心软包。看我一锤子砸穿它，那5亩水田你今天交也得交，不交也得交。这不可能，这到底是泥还是石头？我的天爷，这墙硬的跟县城城墙的青砖似的。燕哥，你这是用了什么神仙法术？这不是法术，这是工艺。叔，墙没倒，根据字据，5斤白米，拿来吧。什么白米？谁家有那么多闲粮给你这个丧门星？你肯定是用了什么妖法障眼，这不算数。老栓叔，劳烦您跑一趟宗祠，请3老太爷过来一趟，就说我林燕手持字据，有人想当着全村的面毁约。若是这5斤白米拿不到，我爹留下的那5亩水田，我今晚就报官捐给县衙，谁也别想代管。闭嘴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去粮仓给他称5斤白米，因小失大，你懂不懂？哥，你吃，你今天出力最多，你吃饱了病才能全好。吃吧，以后哥保证，咱们不仅天天有白米饭吃，还要住上不漏风不漏雨的大瓦房。高差3尺2寸，距离80步。小何，把第2根木桩钉在我脚下这个位置。哥，钉好了，咱们量这个到底是为了啥呀？引水。这块地虽然是滩涂荒地，但土质其实不差，只是地势比旁边的水渠高了半尺，水上不来。只要测准了坡度，搭个简易的渡槽，水就能自己乖乖流进咱家的地里。哟，我还当是谁一大早在地里做法事呢。燕哥，你昨晚糊了个泥巴墙，还真把自己当神仙了，拿着几根破木头比燕哥呢？叔得说说你，这块滩涂地那是出了名的神仙稠，地势高，水渠里的水根本漫不上来。你爹当年活着的时候都没辙，只能种点抗旱的杂豆，一年到头收不了2筐。你在这儿白费什么力气？我爹是读书人，不懂水利工程，自然没办法。但我不一样。你不也是个酸秀才？怎么，你还能让水往高处流不成？你要是能把那山涧里的水引到这块旱地里，老娘今天把这土吃了。二婶，土就不必吃了，免得弄脏了我家的地。不过，既然你和堂叔都在，正好做个见证，这水我今天还真就引定了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。你要是引不来水，就是糟蹋田地。按照族规，我有权立刻把这块地收回来代管。小何，把竹槽架到木桩上去，记住，从山涧那头开始，每一个木桩的卡口都要比前一个低1寸。这能行吗？那山涧水流那么小，竹子又滑溜，水走到一半就得漏光吧？燕哥怕是病糊涂了，这法子要是能成，咱们祖祖辈辈还用得着挑水浇地？燕哥，竹子也架好了，水呢？你不是说水能自己流过来吗？虹吸，开！水，真的是水，没挑一档水，这神仙稠的死地居然活了！燕儿，你这是巧夺天工啊！这是妖法，水怎么会自己爬过那个土坎儿？二婶，这叫虹吸原理和重力落差，只要两端存在液面高差，管内没有空气，水自然会越过障碍流向低处。多读点书，少嚼点舌根，对你有好处。堂叔，水进地了，这块地现在是水浇地了。按照大雍朝的律法，水浇地的产出至少是旱地的3倍。你代管的算盘，是不是该重新打一把了？走，我看你能得意到几时！燕哥，叔来求你个事儿。老栓叔，您说。我家那土墙前几天也被水泡塌了一半，看了你昨晚砌的那面灰白色的墙，乖乖，那真叫一个硬实。叔想请你受累帮修一面，这半袋黄豆全当定金，成不？燕哥，我家屋顶漏雨，墙角也裂了，你也帮我看看，
我出30文钱加这罐油。各位乡亲，大家都是遭灾的，互相帮忙应该。活儿我接，但有几条规矩，咱们得先说明白。啥规矩？先说明白。第一，我修墙不用纯黄泥，用我自己配的3合土，干了后坚若磐石。材料由你们去废窑搬石灰、挖沙子，我只出技术和配方。第二，明码标价，修院墙收杂粮20斤或30文钱，补屋顶收细粮10斤或20文钱，定金付一半，完工验收合格再付尾款。第三，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，质保。啥叫质保？只要是我林燕修的墙、补的顶，3年之内，若是被雨水正常冲刷倒塌、漏水的，我全额退款，并且免费重修。3年不倒，老手艺人都不敢挂这海口啊！划算。好，就冲你这句质保，叔信你，活交给你了。哥，咱们有粮了，有钱了，咱们再也不用看堂叔和二婶的脸色吃饭了。这只是第一步，小何，财不外露，咱们这几天动静太大，堂叔那边不可能坐视不管。当家的，你还在转什么转？那小野种这几天大发了，粮食都堆了3麻袋了，再这么下去，5亩水田咱可就彻底拿不到手了。怪我。本以为他是个病秧子，没想到弄出了饮水旗和3合土，不能再等了。当家的，你有主意了？长兄如父，他爹不在了。哼，我这个当堂叔的就是他的长辈，他赚的钱、家里的地，按理都该归宗族长辈统一调度。明天一早，我就去请3老太爷和各位族老开祠堂。我要以他年幼无知、行事狂妄为由，强行分家，把那5亩水田和正院全都分到我名下，只给他留那2亩滩涂和这间破偏院。好招儿！只要族规压下来，他就算会妖法，也得乖乖把地契交出来。燕哥儿，规矩就是天，明天在宗祠，我看你怎么翻身。燕哥儿，时辰不早了，还不赶紧出来？3老太爷和族里的长辈们都在宗祠等着了。堂叔费心了，大清早便摆出这么大的阵仗。既然3老太爷召唤，身为林氏子孙，自然不敢怠慢。走吧。晚辈林燕，携幼妹林和，见过3老太爷，见过各位族叔伯。燕哥儿，你大病初愈，本该在家歇息，但今日你堂叔机响铜铃，若有要紧事，你且站过一旁听听。3老太爷，我那苦命的堂兄堂嫂救乡亲去了，留下这2个孤苦孩子。这大半个月，我是宁可自己家吃燕菜，也要省下一口粮来接济他们啊。可是这燕哥病好后如同换了个人，他不读书不干活，反而整日弄些黄泥破竹子装神弄鬼，还说什么能让水往高处流。守夜，燕哥儿弄出那竹槽引水的事，水确确实实进了他家的暗地，这怎么能说是装神弄鬼呢？族老明鉴，世上哪有水往高处流的道理？那是旁门左道。更荒唐的是，他还跑到村里大包大揽什么修墙的活，还要人家交定金。他一个半大孩子，懂什么手艺？长兄如父，燕哥行事张狂，守不住家业，恳请族长做主，将堂兄留下的5亩水田、正院宅子正式划到我名下代管。燕哥儿，你堂叔说的话，你可听清了？你可有辩驳的？晚辈听清了。既然堂叔说我不懂手艺，败坏门风，要夺我家产，那晚辈有3个问题。第一，大雍朝哪条律法规定利用地势落差和虹吸之理引水是妖法？竹槽滴水未漏，滩涂地已被灌溉，这是实惠。若这也算妖法，那千百年前开凿运河的前辈岂不都是妖人？
你那是瞎猫碰上死耗子。第二，堂叔说我修墙会砸伤人，正好今日苦主也在门外。老栓叔，劳烦您当着三老太爷的面说说，我修的那面墙到定如何？我老栓拿项上人头担保，那墙硬得跟石头一样，铁镐都凿不出坑。燕鸽子收粮便宜，还晚修3年，那是造福乡亲啊！就是啊，那墙结实得很。林守业就是见不得人家孩子有本事，就是说得对。就算你会手艺又怎样？你是个未成丁的毛头小子，不懂持家之道，水田交给你必定绝收，你连你妹妹都养不活。这就是我的第3个问题。你说你宁可吃糠咽菜也要接济我们，可笑。三老太爷请看，这是对赌字据。可笑的是，堂叔愿赌服输的当晚，我那可怜的妹妹在这之前的大半个月里，每天只能喝到清的见底的米汤，这就是她的接济。守业，真有此事？三老太爷息怒，这是因为家里实在没有余粮了呀。灾年艰难，家里没余粮。好，那咱们就用事实说话，有劳几位大哥了。这些粮食和200多文钱，全是我凭双手给乡亲修房赚来的。我不偷不抢能养活妹妹，为何没能力持家？16岁便能立门户赚口粮，燕哥儿不仅有手艺，这份心智和担当，确实已经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。是。慢着，这是堂兄3年前为林燕治病，向我借20两纹银的欠条，白纸黑字。父债子偿，这5亩水田就算抵押了。哥，爹从来没说过欠堂叔这么多钱啊。笔记和私印确实是林修门的。燕哥，按律法，若拿不出20两现银，这提田……燕哥，你不是能赚粮食吗？来，拿出20两现银给我。要是拿不出这水田和正房，我今天就名正言顺的收走了。就是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赶紧把地契交出来。堂叔，你确定这是我爹景和元年3月初5向你借钱的欠条？废话，白纸黑字，日期红印都在，你难道还想抵赖不成？堂叔，你伪造欠条的时候都不查利便的吗？景和元年3月，清溪村遭遇倒春寒，镇上最好的麻黄汤不过15文，20两银子足以买半斤辽东老参。我爹一个普通农户，会为一场风寒借买半斤人参的巨款，逻辑根本不通。那是你爹爱子心切，怕你死，多借点备着不行吗？好，就算他借了。各位长辈看这纸，这叫竹藤纸。景和元年淮西大旱，造齿藤蔓绝收。这种纸是景和2年春天府城商贾才带进村的。我爹怎么在元年用2年的纸？这纸，我第3个漏洞，便是我爹亲手记的账，上面写清治病只花65文，账本最后还附有支张你欠我爹修屋顶的3两碎银欠条，至今未还。堂叔，伪造契约，图谋田产，你准备流放千里吗？林家的脸都被你这贪婪无度的丢尽了。今日真相大白，林守业伪造欠条本该重罚。燕哥，你来说，你想怎么处置？晚辈不要他受罚，只要一个彻底的弃产分家，水田老宅归我，今后生死与堂叔家无关，永不干涉。第二，请堂叔将欠我爹的3两碎银，今日内兑换成等价的青砖与木料送来，全当我修房之用，从此前尘旧账一笔勾销。好一个恩怨分明、胸心广阔的好后生！来人，请执笔，今日由老朽亲自做主，为燕哥立户分家。哥，咱们有家有田了，再也没人能欺负我们啦！小何，把锅刷干净，今晚吃顿好的。明天开始，哥带你把这破房子拆了，盖大瓦房。
燕哥，屋子彻底推平了，废土也清出去了。不过叔得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你那堂叔虽然把青砖和木料送来了，但也就够修个单间的。你这图纸上画了3间大瓦房，还要单独弄个灶间，这料子只怕远远不够啊。哥，要不咱们先盖一间小一点的，凑合着住，等以后有钱了再盖大的。凑合，那是外行人的活法。老川叔，料子不够，是因为传统盖房子的方法太浪费。今天我教大家一种新盖法，不仅省料，而且比镇上财主家的大宅占还要结实3倍。燕哥，你那3合土确实硬，可这房子不仅是强，还得有梁啊。你堂叔送来的那些木头都是些细胳膊细腿的杂木，根本做不了大梁。要是硬上，冬天一场大雪压下来，房顶就得塌。不用大梁，我们用3角行轿行架。燕哥，我老李打了一辈子家具，盖了半辈子房，从没见过这么胡闹的。大梁乃是房屋之骨，你用这细毛竹和杂木拼成个3角形，就想顶住整个屋顶的青瓦和冬天的积雪，简直是儿戏。这要是上了墙，不出3天就得被压断。燕哥，李木匠是内行，要不咱们还是去山里砍几根粗树干吧。李师傅，打个赌如何？就赌你手里那杆老汉烟袋，我若这木架子断了，我给你买一斤上好的关东烟丝；若它不断，你今天就留下来，给我这施工队当个监工。行，我倒要看看你这纸糊的架子怎么顶事。老川叔，上配重，把咱们那几袋子粮食还有剩下的青砖全给我挂到这架子中间去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么细的杂木，受了这么大的力，怎么连吱呀声都没有？李师傅，木头再粗，若是一根横着受力，中间也容易折断。但这3角是上最稳固的形状，重力压在塔尖儿，力量会顺着两条斜线3两端承重上，底部的横木不再下压的力，而是向两边扯沉的力。用这种3角分架做屋顶，不仅不需要粗壮的大梁，而且承重力比单根大梁强上3倍以上。我老李真是井底之蛙，干了一辈子木匠，居然不懂木头还能这么用。燕哥，不，林东家，这监工我干了，不要工钱。你只要把这什么平计价的榫木拼法交给我，我老李这条老命以后就跟着你干了。一言为定，起价上梁。哥，咱们连木板床都不打了吗？以后就睡在这土疙瘩上。这可不是普通的土疙瘩，这叫火炕。有了它，今年冬天就算外面下着刀子，你在屋里也能热得穿单衣。热量利用率达到了80%，不仅能做饭，连取暖的问题也一并解决了。小何，上来试试。好暖和，哥，这土台子里面像藏了个小太阳，太神奇了！哎呦喂，神了！做饭的火能跑到床底下来取暖，这要是冬天有了这玩意儿，咱们村那些有老寒腿的老骨头就不用干熬着受罪了。各位乡亲，盖这新房的3合土、3角后架和这火炕，都是我林燕的手艺。等忙完秋种，我准备正式在村里组建一支林家营造队，李木匠带头，只要是肯干肯学的汉子都可以来报名。咱们不仅要在自己村盖好房，以后还要去镇上、去县城赚那些有钱人的银子。绳子绷紧，顺着直线开钩，钩深半尺，土翻到两边，形成高垄。燕哥，好好的平地，你给翻成这高高低低的模样干啥？这不是瞎耽误功夫吗？这叫垄做法。平地种麦，遇水则涝，遇旱则干，根系扎不深，风一吹就倒。但是起垄之后就不同了，种子种在垄顶上，第一，土层深厚且稀松，根系能扎得更新，吸收养分；第二，白天垄面受光面积大，湿热快，晚上散热也快，这温差能让麦苗长得更壮实；第三，最关键的，看那里，祖宗保佑啊！旱能浇，涝能排，水全在沟里，苗全在干土上，这才是种地呀！咱们祖祖辈辈那叫糊弄庄稼呀！燕和儿，你这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？当家的，那还是咱们之前代管那片破地吗？照他这么种法，今年秋收那产量不得翻倍啊！走，赶紧走，别让他看见我们。哥，外面雪下的好大，二婶他们肯定冻坏了。可是咱们屋里连件大棉衣都不用穿，这火炕简直比炭盆还要神。小何，记住别人给的施舍永远靠不住，
要想在这世道活得像个人，吃得饱穿得暖，就得靠自己手里的本事，技术才是这世界上最硬的底气。房子盖了，地也种了，生存立足的第一步算走稳了。接下来，该让这群古代人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水利基建了。完了，全完了！这老天爷是不给咱们留活路啊！再这么旱下去，别说秋收，连过冬的种子都得赔进去。挑水浇地也顶不住啊！后山那条溪水也快断流了，几百口人抢那点水，昨晚张家和李家为了抢一桶水，差点没打起来。东家，神了，真神了！大家伙的地都旱成了荒漠，凭啥你家这地不仅没死绝，还能结出这么大的穗子？这不是神迹，这是宝师。龙柱法深翻土地，沟渠能锁住仅有的一点地气和水分，加上去年冬天那一连串的三合土引水期，我们在溪水断流前就把水直接引到了根部，没有一滴浪费在沿途的蒸发上。前期底子打得厚，抗旱能力自然强。燕哥，你脑子活络，懂得多。你看看这老天爷，这旱情到底啥时候是个头啊？再这么下去，大家伙非得饿死不可。你能不能帮大家想想办法？靠天吃饭，永远只能听天由命。老栓叔，后山那条溪水虽然快断流了，但落雁谷深处有几处地下泉眼，只是水流太散，存不住。要想彻底解决清溪村的旱涝之患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在落雁谷口修筑步塘，把散水聚成湖，再修灌渠引水下山，自流灌溉全村。修坡塘那得动用多少人力物力？那是官府才敢干的工程啊！官府不干，我们自己干。不过要动用落雁谷那片工地，得先过周礼正那一关。老栓叔，劳烦您去叫上村里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辈，随我去一趟理政大院。周理政，旱情紧急，晚辈林燕，你在落雁谷口修筑一座小型蓄水薄塘，配套3条坝主干渠，覆盖全村70%耕地。工程所需的人工、口粮、石灰材料，皆由我林家营造队先期垫付，只需理政大人盖上公章，批下落雁谷那10亩荒滩的工地水用权即可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咱们村近来名声大噪的林小将啊！怎么，带着队伍给人修了几个月房子，赚了几个辛苦钱，就不把天高地厚放在眼里了？修波塘，你以为那是小孩子玩泥巴呢？李正大人，燕哥是有真本事的，他家的地用了他的法子，这大旱天都大丰收了。若是这步塘修成，咱们村以后就再也不怕旱灾了。放肆！老栓，你懂什么叫国家法度？落雁谷那是朝廷的荒地，哪怕是荒滩，没有县衙的文书，谁敢煽动？他林业说修就修，若是惊动了地脉，或者修塌了引发山洪，这天大的责任是你扛，还是我这个李正来扛？李正大人，这并非盲目动，管只在两山最窄处的基岩上，用3合夯土厚1丈，顶部布厚3尺，呈梯形结构，其承压能力远超普通土坝，绝无垮塌之虞。只要修成，今年秋播便可保住，村里明年的夏粮税赋绝不会短缺。林燕啊，年轻人有干劲儿是好事儿，但官场有官场的规矩。你这工程虽然不要官府出钱，但这批地的文书要往县衙里递，上下打点，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。你光凭一张嘴，让我拿什么去疏通关系？既然李正大人觉得上下打点困难，那这批地的文书便先不批了，工程也暂时搁置。燕哥，你这好小子，脾气还挺大。出了这个门，你那大话可就成了村里的笑话。我看你这旱灾怎么度下去？东家，这可咋整？周扒皮那就是要银子，没有他的大印，咱们一动土，他就能带人来抓咱们去见官啊！对付这种只想索要好处、不愿承担责任的官僚，正面争吵毫无意义。唯一的办法是用利益和民意逼他主动开张。他不批落雁谷的工地，那咱们就不动工地。老栓叔，你家在村东头是不是有2亩旱地，紧挨着那条干涸的云水渠？是啊，可那渠里早就没水了。我们不修大步塘，我们先修一条示范渠，就从后山仅剩的一点泉眼接水，经过我家的地，一路修到老栓叔的田头。东家，那泉眼的水细得跟筷子似的，顺着土渠流不到一半就渗进地里了。修渠有啥用？传统的土渠当然会渗漏，但我不用土渠，我用防渗硬化渠。燕哥，泉眼那点水咱们都知道，以前就算把沟挖深，流不到100步就没影了。你弄这么一条硬壳子沟，就能让水流出2里地？老栓叔，开闸放水。水
水，一滴都没少，我的地有救了，全家人的命保住了。燕哥，活菩萨，求求你，把这水渠也修到我家地头吧，我不要工钱，我给你白干活都行。我也去，只要能修渠，我把我家的口粮全拿出来给你当料钱。乡亲们，这防水渠的技术，我林燕可以分文不取，无偿教给大家。但是，泉眼的水太少，救得了一家，救不了全村。要想大家都有水浇地，就必须回到最初的方案，去落雁谷建布塘，蓄大水。可惜，落雁谷是工地，周理政大人说，没有县衙的文书，没有上下打点的好处费，谁敢动土，他就抓谁去见官。我林岩不怕出力，但我怕让乡亲们跟着我吃官司啊！周扒皮，水都引出来了，你还要卡着那块破荒地不放，你是不是非要看着我们全村饿死你才甘心？大伙儿听着，今天谁敢阻拦燕哥们修波塘救咱们的命，咱们就跟他拼了！大不了去县衙告御状，告他个草菅人命！对，告他，打死这个狗官！别乱来，我批还不行吗？荒滩是吧？我这就回去拿公章，这就给你们盖印。县衙那边我去顶着，都不用你们出钱。理政大人深明大义，晚辈佩服。不仅是落雁谷的工地，还请大人在这份乡绅募捐册上也按个手印，修爬塘造福丧喜。理政大人带头捐资5两银子购买石灰，这政绩若是报到县衙，县太爷定会嘉奖大人。你也算你狠！乡亲们，文书已下，从明天起，全村青壮便入林家营造队，分体方组、物料组、运输组，女人和老人负责烧水送饭。我们用2个月的时间，把落雁谷的波塘修起来。今年秋收，我要清溪村颗粒归仓。别挤啊！李家老二，你把土倒错地方了，那是堆石料的坑。哎呦，谁踩了我的脚？全都停下，把手里的工具放下，按村里的甲长编制，立刻集合列队。干得起劲儿，不代表干得有用。你们自己看看刚才的现场，挖土的堵了挑土的路，挑土的撞了半回的人。大家出一身臭汗，有一半的力气耗在了互相让道和做无用功上。如果按刚才那种干法，别说2个月，就算给你们半年，这布塘的大坝也修不出一半。燕哥，咱们祖祖辈辈修水渠、扶摇役，不都是这么干的吗？人多力量大嘛，就是乱点儿。从今天起，这落雁谷工地彻底废除传统的干法，我们要用流水线专职分工。啥叫流水线？很简单，就是把修坝这件事儿拆解成卸拔土、运输拌料、夯建4个队次，成立土方组，每个人只干一件事儿，绝不跨界。老栓叔，你带不需要管土怎么运走，你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站在取土坑里，把土挖松、装筐。李木匠，你带30个手巧的人，成立器械组，立刻去后山砍竹子、锯木头，不用做精细活，给我赶制50辆独轮推车出来，还要在取土坑到大坝之间铺设2条平整的木滑轨，上去走左边，下来走右边，单向通行，绝不能撞车。张家大哥，你带100个腿脚快的年轻人成立运输组。有了独轮推车和木轨，你们就不需要用肩膀挑土了，推车运土效率是肩挑的3倍。你们的任务就是把土方组装好的土顺着木轨推到坝基上，倒完立刻从另一条道折返，循环往复，像流水一样，不能停。剩下的50个壮汉成立夯筑组，分成5排，每10人一组。我教你们喊号子，步调一致的砸夯。婶子们，你们也有任务，这是后勤组。干活的汉子们不能停下来找水喝，你们要把凉白金和解暑的绿豆汤直接送到每一个人的工位上，他们边干边喝。饭菜也是，到了饭点按区分发，就地用餐。东家，这法子绝了，各司其职，谁也不耽误谁。我这就带人去造推车和木轨。现在按组归位，我要让整个清溪村看看什么叫营造队的规矩，什么叫百人同心的奇迹。开工！器械组，跟我走。疯了，这还是那具只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泥腿子吗？他林燕到底是用什么妖法，把这群散沙练成了一支军队？
东家，出事了！大坝的主体用三合土夯筑，确实坚如磐石，但是图纸上最底部的泄水涵洞，我们没法弄啊！怎么了？木质模具没有按尺寸搭好。东家，那夯洞在坝底，是要常年累月受着整个碧塘水压冲击的地方。三合土再硬，毕竟是土和石灰，若是水流平缓倒没事，但在那窄小的涵洞口，水流团集如刀，常年累月冲刷，三合土肯定会被掏空。一旦坝底被掏空，整个大坝就会崩溃。要修这泄水涵洞，绝不能用土，必须用极度抗压防水的青砖起拱钻才行，而且至少得要2万块青砖。镇上的窑厂能不能买到？我去问过了，县城和镇上所有烧砖的窑厂都被县城工匠工会的张行手把持着。咱们清溪村这么大的动静，早就传到县里了。那张祥手放了话，咱们是野路子，不守行会的规矩，镇上的窑厂哪怕是1块砖也不卖给咱们。而且就算卖，黑市上1块上好青砖要5文钱，2万块就是100两银子。咱们现在哪有这么多钱？这可咋办？眼看大坝都要修起来了，就卡在这个出水口上。这镇上的行手心也太黑了。别人不卖，那我们就自己造。李师傅，带上10个手脚麻利的兄弟，跟我去村头废窑。老川叔，你带人去挖后山那片红粘土。东家，你还会烧砖？可是那废窑又小又破，只能烧出最劣质的红砖，一泡水就酥了，根本顶不住涵刀的水压。劣质？那是因为他们不懂什么是倒岩窑，更不懂什么是渗水焖窑。走，我今天教你们怎么把泥巴变成铁一样的青砖。封窑门，加柴。82时辰，火不能断。东家，火候到了，砖皮全透了，再烧就要化了，是不是可以停火出窑了？不准开窑，把窑口、烟囱的通风口全部给我用湿泥死死封住，一丝气都不准漏。这叫引水渗窑，老祖宗的绝技，加上导焰窑的高温，等它冷却，张营手卡我们脖子的手就可以剁掉了。开窑！铜骨铁音，这是敲之有金石之音的极品水磨青砖啊！哪怕是修蝗虫的城墙，用的也是这种砖啊！东家，神了！咱们不仅能修出涵洞，有了这窑，咱们清溪村要发大财了！县城行会的张行手，他以为垄断了劣质砖就能卡住我们的工程，可笑！李师傅，派人装上1车青砖，涵洞建好之后，我们去一趟县城。这清溪村的池子太小了，也是时候去会会那些真正的行商大贾了。赵大人，您放心，这修桥的活放眼整个平江县，除了我张家牵头的行会，没人接得下。这通济桥跨度大，水流急，必须在河中央打根3人合抱的粗石柱做桥墩。800两，工期还要半年。张行手，县衙的库银本就紧张，马上又要到秋汛了，半年工期商道阻断，县里的税收怎么交代？这造价和时间能不能再压？赵大人，这可是修桥啊，100年大计，1分钱1分货。您要是非得压价，那这料子可不做工了。要是桥塌了，这责任……800两造价，半年工期，还要在河中央打2个阻碍水流的桥墩。张行手，你这修的不是桥，是给明年的洪水造拦水坝吧？哪儿来的毛头小子？衙门种地也是你跑来撒野的地方，懂不懂规矩？你是何人？休要在此胡言乱语！草民清溪村林燕，天为林家营造队东家，听闻县衙修桥，特来竞标。草民的方案是不要桥墩，单孔跨河，造价降2成，只要600两，工期缩短2月，3个月内完工，且完工后质保3年。3年内若桥体因水流冲刷垮塌，草民愿倾家荡产，双倍赔偿。3个月完工，这小子莫不是疯了？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清溪村那个带着一群泥腿子玩泥巴的林小将，怎么在村里糊了几个泥坑，就敢跑到县衙来接修桥的活了？不要桥墩，你用木板搭浮桥吗？简直荒谬至极！赵大人，这种江湖骗子，赶紧乱棍打出去，免得污了您的耳朵。林燕是吧？修桥不是儿戏，单孔跨越5丈宽的河面，没有桥墩支撑，青砖如何受力？你若拿不出实证，便是扰乱公堂之罪。大人要实证，草民便给大人实证。修桥的第1道关是砖，张行手刚才说他的砖是平江县最好。那咱们就先比比料子。青砖本就是砌在墙里的，你这么硬砸，哪有不碎的道理？是吗？那看好了。
烧之有金石之声，这是水墨青砖。你一个村里的工匠，怎么可能烧得出这种供奉皇室级别的好砖？不可能，这是作弊！你这肯定是从哪里偷来的石头刷了清漆。你那个破窑怎么可能烧出这种砖？张行首，承认别人优秀有这么难吗？这叫倒焰窑引水还原法。我的砖不仅硬度是你的3倍，而且吸手率极低，用来砌水下的桥基百年不腐。用你那种半生不熟的夹心砖修桥，汛期一到，在水里泡上3个月就酥了，瞧不得它才怪。好料子，但林燕，料子再好，你也解释不了你那不要敲墩的狂言。李师傅，上教具，丈宽的河面，青砖如何凭空横跨？搭个积木就想修桥，这破架子，风一吹就散了，还想过车马？张行首，看好了，这叫拱形受力结构。桥面上的所有重量会通过这些楔形的砖块，沿着圆弧的方向，一层层的向两边的桥基传递，最终将向下的重力化解为向两侧的推力。只要两岸的桥基打得足够深、足够硬，中间的拱盾就能承受万钧之力，不需要桥墩阻挡水流。洪水来时，单孔蟹棚毫无阻拦，桥身永远安纯。用结构化解力量，这才是真正的营造之道。妙啊，简直是巧夺天工的奇思妙想！单孔跨河，不受洪水冲击，这才是解决通济桥水坏的根本之法呀！王大人，不可啊！这不过是个原副架子，真正修桥，他是一个村里来的，根本没有指挥大型工地的经验。若是出了差错，谁担待得起啊？从第一天挖土到最后一天铺砖，每一块砖的用量，每一个工匠的牌，白纸黑字，精确到文钱。张行首说我没有经验，我林家营造队在落雁谷100人同时作案，井然有序。大人大可派人去查验。不用查验了。本官今日便做主，通济桥的修缮工程由林家营造队中标，造价600两，工期3个月。林燕，本官先拨付你200两现银作为采买定金，你务必给本官修出一座震乱平江县的单孔石桥来。草民定不辱命。好你个林燕，抢我的饭碗是吧？接了官府的活那可是要命的。我看你这桥能不能顺利修得上来。东家，出大事了！昨天咱们去镇上和县城的几家木料行石灰窑订料子，结果全吃了闭门羹。那些老板一个个躲着咱们，私下里透了底。张行首放出话来，谁敢卖给林英家账造队1根木头、1筐石灰，就是跟整个平阳县的工匠帮回作对，以后休想在县里做生意。这姓张的也太毒了，他不光不让别人卖，我还听说他这2天四处借贷，花了大价钱把平江县市面上所有的原木和熟石灰全给买空了。囤在了他自己的大库房里，他这是要卡死咱们的脖子啊！东家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要不咱们去服个软？张行首囤了那么多料，不就是想高价卖给咱们赚一笔吗？哪怕多花点银子，先把这官府的差事应付过去再说啊！不行，哥，我算过了。张行首把木料和石灰的价格足足抬高了3倍，如果按他的价格买料，咱们不仅1分钱赚不到，还要倒贴进去100多两银子，这工程就成了给张行首白打工了。小何算得对，绝不妥协，更不买高价料。商业封锁，那是基于封闭市场才能玩得转的把戏。张行首以为买空了平原县就能拿捏我，他忘了，这世界上最不可阻挡的，除了时间就是流水。通济河连通南北，上游50里。便是盛产毛竹和石灰岩的青州府，他张行头的手在长，还能伸出平阳县，把青州府的货也给垄断了不少。东家，去青州府买料确实便宜，那船牛费料子一车拉回来，黄花菜都凉了，算下来也不比张行头的高价利草便宜多少啊！谁说我要雇船了？我要让料子自己飘下来。老栓叔、李师傅，带上10个机灵的兄弟，带上县衙预单的50两银子，立刻雇2条青舟，逆牛而上，直奔青州府。到了那里，按我交代的去办。东家这招草船借箭，简直是神仙算计，我这就去。行首大人，您这招釜底抽薪真是绝了！那林燕的工地上，这3天连个干活的影子都没有，全在河滩上晒太阳呢。听他们想去外地买料，但这兵荒马乱的，外地的料子根本运不进来。再拖上5天，他这工期铁定延误。到时候赵县府第一个拿他开刀。哼，一个乳臭未干的泥腿子，真以为凭几张破图纸就能在平江县立足了？这修桥的行当，拼的是人脉，是背后的真金白银。我这次砸了300两银子。甚至抵押了宅子借印子钱，把全县的木料和石灰全囤了。我就是要逼得他走投无路，跪在我这大门前，求我以5倍的价格把料子卖给他。高，实在是高。那林燕现在估计正躲在被窝里哭呢。行首大人，咱们要不要去工地看看他的惨状？哼，走去通济桥，我倒要看看他今天怎么收场。
哟，这不是咱们平阳县百年不遇的林大神将吗？怎么，这桥都开工3天了，连个木头桩子都没立上来啊？赵大人那里怕是交代不过去吧？张行首不在家里守着你那座用300两银子钱堆起来的金山，跑来这里吹风，真是好兴致。不过，我的料子什么时候到，不需要你操心。死鸭子嘴硬，整个平偏县的货都在我手里。我今天就把话撂在这儿，今天要是能有1根木头、1两石灰运进你的工地，我账倒过来写。我的料子到了。停牌，靠岸！竹排，这算什么木料？你难道想用这空心的竹子来搭修桥的承重架？你疯了！竹子一压就断，这是拿人命开玩笑！张行首，说你无知，你还真把无知当资历。你以为修石拱桥的脚手架越粗的原木越好，而木料僵硬，受力不均，极易折断，这叫柔性脚手架。用浸泡的过的桐油麻将它们拔成密集的网状拱形结构，其承重抗风能力以及分散压力的效果是普通原木的3倍以上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竹子不需要雇船运输，因为竹子本身就是船。老栓叔在青州府买下这批毛竹，直接扎成排，不仅省去了高昂的车马费，连运费都免了。张行首，你囤积的那些300文1根的原木，就留着给你自己打棺材吧。我这毛竹10万钱1根，管够。那石灰呢？桥基必须用熟石灰和泥，你运来的这一堆全是还没烧过的石灰泉石质，你根本用不了。张行首，看来你这辈子只会高买低卖，根本不懂什么叫就地生产。这通济桥的河滩底下有取之不尽的煤焦石，我买原石1文钱能买1大筐。我们直接在岸边起闷窑，现烧石灰现和泥，不仅火力最猛，粘性最强，而且成本连你那垄断价的1/10都不到。张行首，我知道你为了囤积这批料子借了印子钱，现在县城里最大的工程不用的料，3个月内你那堆高价买来的原木和石灰连1根都卖不出去。高利贷的利滚利需要我替你算算，几个月能超了你的家吗？你这个魔鬼！兄弟们，料已备齐，张行首送给咱们的这场闹剧结束了。升竹排，扎柔性脚手架，开窑烧灰，通济桥今日正式动工。东家，不行了，水位涨得太快了，脚手架卡住了太多杂物，水流不出去，那股推力太大了。要是再拖半个时辰，整个脚手架全都要被洪水掀翻了。燕哥儿，退吧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这老天爷发怒，非人力能挡啊！绝不能退，2个半月的血汗付诸东流，平乡县南北商道断绝，大桥的生死不在老天爷手里，在这最后一块石头上。李师傅，启动滑轮组，把龙门石给我吊上来。只要这块石头牵进去，拱形塌下来，这桥瞬间也垮不了。好，兄弟们，听东家的，拼了，拉烂绳！完了，这50年不遇的夏汛，怎么偏偏在这股眼上来了？陆大人，下官办事不力，这通济桥怕是保不住了。单孔跨河，不设桥墩，好大的胆子！赵县城，这就是你力排众议选中的那个16岁工匠。是，下官当时看他测算精确，造价低扁，大人恕罪。若是桥塌了，阻塞河道，引发洪灾，下官愿革职查办。先别急着请罪，你仔细看他们的吊装所具，还有那桥面上严丝合缝的砖石排布，这绝非乱来。此子临危不乱，懂借力之法，他在跟老天爷抢时间。燕哥儿，脚手架要断了！3千年只剩想要听我让长江老。条合拢了，老栓叔、李师傅，所有固定脚手架的烂绳，把毛竹全部放掉，给洪水让路。千年烽烟天无真的雪下，这河船走浪哗浪，
自行成了阴夕阳。塌了，全塌了，没塌！星山照亮华夏的夜晚，嫦娥修过月土壤，宇宙一颗。成了，咱们成了！神桥，这是老天爷也冲不垮的神桥啊！结构胜于蛮力，这一局大自然输了。奇迹！不用一根根桥墩，竟能跨越5丈宽河道，连抗百年不遇的夏汛而不留一丝复性。这等营造之术，即便是京城工部里的那些大将，也未必能拿得出来。知府大人谬赞，桥之稳固不在于奇迹，而在于计算。草佛用这半圆拱救，是将原本垂直向下的水压和桥面重力，转化为了向两侧的水平推力。只要两岸的基石打得足够深固，便可借力打力，万年不倒。好一个借力打力！少年郎，本府看你的图纸和核算表条理分明，算无遗漏。你这等治水营造的本领，若是只留在清溪村当个泥瓦匠，实在是暴殄天物。大人有所不知，林燕不仅桥修得好，为人更是刚直。之前那县城行会的张行首，仗着财大气粗，恶意囤积料子，想卡大桥的脖子，企图发国难财。这林燕硬是凭着逆流而上的机变，用低价的毛竹和自己烧的石灰破了局。那张行首不仅没赚到钱，现在已经被高利贷逼得变卖了家产，彻底破产，滚出平和县了。那种害群之马，死不足惜。商道当以造福地方为先。林燕，你力挽狂澜，保住了平常县的商道，功在千秋。本府今日便以平江知府之名赐你府无官家工程的资质。任何人起林家营造队，若再敢以无理行规刁难排挤你，便是与本府作对，与大庸律法作对。草民林燕，谢大人恩典。必以匠心铸骨，不负大人所托。好好干！平江县太小，这大水虽然退了，但咱们这府城境内的怀庄河堤可是个年年溃堤，让历任知府都疼得顽疾。你这治水之法，或许很快本府就会再次用到。林将士，这人也太多了。以往府衙征调2、3千人修河，就已经乱得要出人命。这2万人，光是发号施令，他们都听不见啊！这要是闹起营来，陈大人。人多不是灾难，无序才是。对付这种超大型的集群劳作，靠鞭子和喊叫是没用的。我们要用的是网格化降维管理。老传书李师傅升起5色号旗，雷响巨将鼓，全场划线，将这片方圆5里的工地用白灰划分成100个网格工区，每个工区200人。全体民妇听令，立刻原地坐下，停止走动。平江治水不搞杀头连色，不搞鞭笞疲乏，只讲规矩和赏罚。每200人为连，每10人为一班选一班长，只认你们自己的号旗和班长，不准跨界盲目乱跑。活是为了活命，也是为了吃饱。我宣布，今日起，工体实行计件公分制，每个班每天的基础任务是挖土20方，完成任务者1日3餐，管够。大块糙米饭随便吃，若超额完成10目，全班晚上加肉汤，超额20府。除了腐儒免除的徭役，每人额外发放50文铜钱。多劳多得，上不封顶；偷奸买滑者，饿肚子滚蛋！李神将万岁！干！拼了命也得干！为了肉汤，谁敢偷懒，老子第一个揍他！东家，不好了，挖不下去了！地下不是你，是一整片铁障石，厚度至少有3尺，横跨了整个星河道。点热石，铁骨锁浆，这是老天爷不让咱们改道啊！林将士，这种石头比生铁还要硬，凿不穿，水泡不软。历朝历代遇到这种铁骨，只能绕道或者罢工。咱们的2万大军全被卡死在这儿了。什么铁骨锁浆？不过是碳酸钙和氧化铁交结的沉积岩罢了。硬度再高，也逃不过热力学定律。传我的命令，去后山停止我砍柴、挖煤，调集3000人，把能找到的所有的干木柴和黑煤炭，全给我拉到这深沟里来。再调1000人，去江边准备水桶，装满最冰凉的江水待命。林将士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放火烧石头，石头怎么可能被烧化？石头烧不化，但石头会裂。今天我就让大雍朝的人见识见识，什么是热胀冷缩极限应力粉碎法。就是现在，倒水！
铁骨已碎，土方组带上铁镐和撬棍，给我下去挖，把这堆碎骨头全部给我搬走。水火破坚岩，人力胜天宫。林神将受劳负一半。大人请起。障碍乙最后的主体工程将在10日内完工，接下来就看咱们的陆之属能不能顶住来自京城的政治压力了。毕竟，切断百年淮水主脉，这不仅是水利上的巨变，更是官场上的一场大地震啊！水位平稳，风向正北。老船叔、李师傅，准备。圣旨到，平江知府陆延之立刻停工接旨。下官平江知府陆延之。不知钦差王大人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敢问王大人，此时正值老龙狗改道节流的关键时刻，大人为何突然下令停工？哼，陆延之，你还有脸问？朝廷拨给你平江府的10万两修堤专款，是让你用来加固老堤的。你竟敢听信一个乡野毛头小子的谗言，擅自更改祖宗留下的百年河道，搞什么裁湾取直，简直是胆大包天！淮水乃是水脉巨龙，老圆屋是龙抬头之地，你们在这儿挖沟截流，这是斩断龙脉，破坏风水。本官奉朝廷河神特来查处此等荒唐之举。来人，传本官军旨，急包停凤工地，遣散民夫。散了，停工了，都回去。王大人，老碗屋河床早已高出地面，成为悬河，年年溃堤。加固老堤不过是扬汤止沸，裁湾取直才是釜底戳心的千秋之功啊！如今新河道已成，只差最后截流。若此时停工，汛期尾水一到，老堤必保不住啊！一派胡言！朝廷公布的历代宗师，难道不如你们聪明？他们为何只修老堤不改道？因为祖制不可违。至于堤坝跪坏，那是你平江府官员办事不力，立刻停工，否则本官现在就摘了你的乌纱帽。王大人说的冠冕堂皇，既然大人喜欢谈朝廷法度，谈祖宗之法，那草民林燕就斗胆跟大人算一笔法度的密细道。你就是那个妖言惑众的林燕，一介白狐也配与本官算账？左右，给我拿下！林燕乃本府亲授的府级神将，主管此次治水工程。王大人，兼听则明，您难道连听几组数字的胆量都没有吗？好，本官倒要看看一个泥腿子能吐出什么象牙来。草民查阅了平江府过去10年12万两加工用黄度，景和2年15万两，景和3年17万两，整整10年，朝廷在老湾沽这一处累计砸下160万两白银。可结果呢？老湾沽的堤坝依然年年漏水，河床比10年前又出了2尺。请问王大人，这160万两白银的泥土和石头都填到哪里去了？是填进了淮水里，还是填进了某些人的私库里？放肆！大胆狂徒，竟敢诬陷朝廷命官，你这是死罪！是不是诬陷？云此次挖掘10里推行话，大人说我裁湾取河道，动用劳民验夫，那请大人看清楚了，所有民夫的口粮子以及采买的石龙木材，林林总总，总计花费45300两白银。45300两，仅凭朝廷每年拨给你们那些所谓修补费用的一个零头，草民就挖出了一条永绝后患的新疆。平江府再也不需要每年上户部申请10几万两的河工银。王大人，您这么急着阻止我，到底是在心疼朝廷的风水，还是在心疼你们那条源源不断的财流？狗官！报知府大人，上有青州修府连降暴雨，一公风离老湾屋只剩不到10里，老堤底部的黄泥已经大面积渗水，最多1炷香的时空，老湾屋就要全面决堤了。王大人，洪峰已至，老堤必崩，现在只有截流，将洪峰引入新河道，方能保住下游10万生民。你若还要阻拦，本府今日便豁出这下心肝。先斩！我不管了，快保护本官撤退！哼，老天爷不给我跟老天爷抢命！全体营造队2万民夫准备合龙截流。第一阵下马快！第二阵薅足石龙。燕哥，水压太大了，大坝快顶不住了，水往低处流，憋到极致，自然决堤。所有人撤离导流槽。天堑变通途，林燕，你为平江府、为大雍朝立下了不世之奇功啊！布政司查明，原户部侍王某借修河之名中饱私囊，贪墨巨万，今有平江知府陆延之上书弹劾，并附陈详实河工用度对比黄变，铁证如山。现已将王某革职拿问，押解进京，秋后问斩。清溪村匠人林燕何在？上前听风。
草民林燕在此。林燕，你以极少之花费行财湾取直之奇谋，不仅保住了平江府10万生灵，更彻底革除了百年水患之弊。布政使大人看过你的工程图纸，惊为天人，特批赐你官府甲等大将级，授营修所正8品将官衔。自今日起，平江府及周边3州的水利营造、官道桥梁，你林家营造队皆有资格承接。做官了，咱们燕哥营造队以后就是官家的队伍了。草民谢布政使大人恩典，但治水之功尚未全尽。新疆已通水，管洞已除，还有何患？土土夯筑的大堤再结实，也扛不住常年的风吹日晒和水流侵蚀。真正的铜墙铁壁不是石头，而是活物。草民请求动用剩余的修河砖奖，买下10万株胡杨雨水种木苗，在大堤外侧的饮水面和泥滩上全面种植固沙林木，能将松扎的泥土死死锁住。只要树不死，大堤便万年不溃。其二，新堤虽挡住了外江，但到了雨季，内侧农田的积水若排不出去，依然会内涝。草民要在堤坝内侧每隔2里修建一道单向入水涵道。外江水高时，闸门自动闭挡水；内田水满时，推开闸门，彻底解决沿岸10几个村庄的旱涝之危。好一个以木故土！这平乡你尽管水利，本官就全权交托给你了。水抹青砖，单向涵道。我刚核算完各个村子上报的秋收账目，你猜怎么着？沿岸这15个村庄今年的粮食总产量比10年前没有水患的时候还要高出了足足40%，县衙那边的粮仓都快堆不下了。知府大人昨天还派人来，请你去规划建几个新式大粮仓呢。产量翻倍是必然的，水患除了，水利通了，土地的潜力才真正被释放出来。小何，这账本挤错了一个地方，以后这种单向涵道的维修交币费要单独列一个名目。知道林大将，我这就去改。最开始，我只想在这乱世里糊个墙，为你讨一口白米饭，护住咱们这个小家。但现在看来，既然我手中有能改天换地的池与龟，又岂能只困于一隅？